接下来我们将公布本届世界医学大赛的金奖获得者，她是本次大赛入围研究者中唯一的女性，年纪轻轻就写下了白血病的研究与治疗这样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学术论文，让无数患者获得新生。她就是来自美心医疗的叶谨言，叶小姐。叶谨言，你这个小偷！瑶瑶，你瞎说什么呢？叶谨言，这篇白血病的研究与治疗中记载的所有医学实验和数据，明明都是我的实验结果，是你剽窃了我的实验结果，才获得了金奖。你这个小偷！燕瑶，你乱说什么呢？这篇论文明明就是我费尽心血，一个实验一个数据自己写出来的，你凭什么说我剽窃你？是啊，叶谨言小姐从小就是业界知名的医学天才，怎么会造假？一定是污蔑。叶安瑶进美心医疗这么多年，也没听说在医疗方面有什么造诣啊。我当然有证据，大家请看大屏幕。在我完成这篇论文的时候，就已经把它上传到了我微博的隐私动态里。大家可以看一下时间，比叶谨言完成这篇文章早了整整1个小时，并且这篇论文中记载的每一个数据我都有记录。叶谨言，这就是你剽窃我医学数据的铁证。这不可能！妈！无耻！我叶美玲怎么会有你这么不要脸的女儿？你都不相信我吗？你做出这么龌龊下流的事情，现在铁证如山，你还让我怎么相信你？妈，叶美玲素来光明磊落，怎么会有你这个不择手段、弄虚作假的女儿？生下你是我这生最大的污点。妈，我没有，妈，我没有。妈，姐姐从小抄袭成性，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也不奇怪。瑶瑶，幸好妈妈还有你这么一个女儿。我代表美心医疗向大家宣布，经查研发总监叶谨言剽窃叶安瑶医学研究成果，公司决定将其开除。从即日起，美心医疗将聘请叶安瑶为新的研发总监。大家鼓掌。经组委会商议后，决定将本届医学大赛的金奖颁给白血病的研究与治疗的真正作者，也就是叶安瑶。恭喜叶小姐！恭喜叶小姐！这怎么可能呢？燕瑶，给我站住！你给我说清楚，你是怎么拿到我论文的？什么拿到的呀？那本来就是我自己写的。叶谨言，你不是想要证据吗？证据呢，就在你自己的实验室里，有本事你就去找啊！没有摄像头，电脑也没有问题。叶安瑶到底是怎么拿到我的论文的？刚刚明明就是实验室爆炸，我真是重生了！我重生到了1个月之前。妍妍，妈妈进来了。时间不早了，快喝杯热奶休息一下吧。
这次的世界医学大赛啊，至关重要。你要是能成功拿下金奖，美心医疗就能跻身于世界一流的企业。快！无耻！这叶美玲怎么会有你这么不要脸的女儿？妈妈跟你说的话，你没听见吗？研究固然重要，但你是妈妈的亲骨肉，妈妈最关心的还是你的身体。真的吗？妈妈，我真的是你亲生的。我说过了，要把精力放在医学研究上，不要和瑶瑶争宠。一个满心只想要偏爱的人，怎么能获得世界医学大赛的金奖？妈！不行，我不能再留在这儿了。继续留在这里，叶安瑶还会像上辈子一样剽窃我的论文。放心吧，姐，这里是南湖大学的博士生实验室，你剩下的实验都可以在这里进行，这里绝对安全。你信不过别人，难道还信不过老师我吗？这下叶安瑶总不能像上辈子一样抄袭我的实验数据了吧？这怎么可能呢？这怎么可能啊！阿姨，这里是叶学姐私人实验室，你们不能进去。滚开！滚开！你们讲什么东西？讲什么东西？你们来干什么？姐姐，你为什么要黑进我的微博里？哼，我说你为什么突然离开叶家？原来是剽窃了瑶瑶的劳动成果，心虚了吧？我从来都没有抄袭过，倒是你应该好好问问你的好女儿叶安瑶，为什么会有我的论文？冥顽不灵，我真没想到，一直以来你都在剽窃瑶瑶的研究数据，偷鸡摸狗，抄袭成性。生下你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污点。不会吧？叶师姐这么牛的人，医学论文竟然是剽窃的？我也没想到啊！但是这位叶安瑶1个小时之前发布的隐藏动态，这不就是叶师姐刚刚得到的实验数据吗？人不可貌相啊！真没想到，平时叶师姐装得一身正气，居然是个小偷。姐姐，我知道你从小被人贩子拐走，10岁才被找回来。我一想到你这10多年受的苦，我就一直没说。可是这些毕竟是我的东西，而你从未停止剽窃。解释什么呀？也就你心善，竟然让他剽窃了这么多年。现在立刻公开的给瑶瑶道歉，承认你之前所有的研究成果都是来自于瑶瑶，我就再给你一次改过的机会。道歉？尹佩，姐姐，你怎么跟妈妈说话呢？明明就是错了，你还不肯道歉，还跟妈妈大呼小叫的。好得很，从今天起，我就当从来没生过你这个女儿。哎，你谢字过来。我是美心医疗的总裁叶美玲，据查，研发总监叶谨言剽窃叶安瑶医学研究成果，公司决定将其开除，并聘请叶安瑶为新研发总监。特此声明。抄袭可耻，从此我不再做沉默的羔羊，将誓死捍卫我的劳动成果。为什么？为什么我拿纸笔写下的内容，最后还是会被叶安瑶抄袭？这到底是为什么？听说他抄袭妹妹的文章，是他呀，是他画的，但是还以为他很厉害呢。
好孩子，老师相信你，一定不是网上说的那样。你这孩子，出这么大的事儿，也不第一时间告诉我。放心，我明天让学校做一个澄清声明，我要告诉他们，我周慧瑞的学生绝不可能做抄袭这种事情。老师，您放心，我一定会查出来事情的真相的。这才是我周慧瑞的学生，想做什么就放开手脚去做，无论什么时候，老师都是你最坚实的后盾。妈，哎，瑶瑶，你怎么来了？我想你了，妈妈。快尝尝，这些都是我亲手做的。瑶瑶，你现在可是美心医疗的研发总监了，没事的时候多看看书，别像之前那样不学无术。哎呀，妈，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大学文凭都是买的，那什么肿瘤癌细胞，我根本一个字都看不懂。再说了，不是有叶谨言帮我学就行了吗？好。哎，对了，瑶瑶，你说的那个学术抄袭系统真的没问题吗？系统？放心吧，妈，只要叶谨言有了新的实验数据或者是论文，系统就会提前1个小时把它发到我的电脑里。所以啊，只要叶谨言不退出世界医学大赛，他的所有研究成果就都是我的。听你这么一说啊，妈就放心了。我们的瑶瑶啊，真是好命。叶谨言那个丫头，生来啊就是给我们瑶瑶当垫脚石的。妈，系统是吧？既然你们在这跟我搞这些牛鬼蛇神的把戏，那我就陪你们好好玩。真不愧是系统，就连标点符号都一模一样。只要叶谨言有了新的实验数据或者是论文，系统就会提前1个小时把它发到我的电脑里。我是美心医疗的研发总监叶安瑶，我将带着我的论文《白血病的研究与治疗》进入世界医学大赛，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叶谨言小姐，我是世界医学大赛的主办方，请问您真的要退出本届世界医学大赛吗？我确定。叶小姐，或许您不相信，其实我是您的粉丝，我相信我喜欢了这么多年的偶像是不会抄袭的。如果您真的是因为网上的那些言论而退赛，那大可不必，您更应该参加比赛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呀。谢谢你的喜欢。叶小姐，我再向您重新确认一遍，您真的要退出本届的世界医学大赛吗？我不是要干涉阻止您，我只是觉得您的这篇论文逻辑缜密且可行性极高，若是能获得诺奖，那简直是白血病患者的福音啊！只有获得世界医学大赛的金奖，才能造福人类吗？您说什么？不管参不参赛，只要是对医学发展有益的，我绝不会藏私。我知道了，您的参赛论文已成功撤回。叶女士，不管你是因为什么做出了这个决定，希望你日后能继续在医学领域发光发热。叶谨言，怎么样？我的文章你拜读了吗？丫瑶，这篇论文到底是谁写的？你我心知肚明。心知肚明。叶谨言，现在是我的发布时间比你早，你要想证明你没抄袭的话，总得拿出点证据来。唉，你说的对，我拿不出来证据，毕竟我就是个普通人，对那些怪力乱神的东西，我抵抗不了。知道就好。叶谨言，我告诉你，世界医学大赛的金奖是我的，顶级豪门世家首席医学顾问的荣誉也是我的，你休想抢走。我是抢不走，所以我放弃了。瑶瑶，你还不知道吧？就在2分钟以前，我刚刚退出了世界医学大赛。什么？
你竟然退出了世界医学大赛！你这么紧张干什么？我退出了比赛，你不是应该很高兴吗？叶谨言，不行，你不能退赛！喂，该死！瑶瑶，妈，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妈，叶谨言说他退出世界医学大赛了。什么？怎么办呀，妈？我可一点医疗相关的东西都不懂，这他的文章要出了什么问题，我该怎么办呀？别激动，瑶瑶，现在论文的全文都已经交上去了，能出现什么问题啊？可是他刚刚语气也不对啊！你说他会不会已经知道了系统的存在？别怕，瑶瑶，妈妈在呢。啊，叶总啊，万夫人，我就提前预祝叶总监获得世界医学大赛金奖。万夫人，您别夸他了，只是入围了提名，离金奖还差得远呢。叶总哪里话？要我说呀，安瑶既漂亮又聪明，现在连治疗白血病的方法都研究出来了。有你如此，你这以后啊不用愁了。安瑶这么漂亮，以后真不知道便宜了谁。叶总的一个女儿这么优秀，另一个……哎，我的错，这么好的日子，哎，我提她干什么？就是啊，万夫人，你不知道，令张小飞姐姐的实验室发现她竟然黑进了我的微博，并且在看我最新的实验数据，被我们发现之后，还对妈妈恶言相向。什么？这个叶谨言真是不要脸！妍妍到底也是我的亲生女儿嘛，只要她愿意认错，乖乖的给瑶瑶道歉，我也愿意给她一次机会的嘛。叶总，你真是个明事理的人，不像叶谨言那个导师，证据确凿了还嘴硬，他不是也是个罐头吧？你说谁是罐头？周教授，我又没有指名道姓，你上赶着凑什么热闹？我再重申一遍，叶姐绝不可能抄袭。你说不会抄袭就不抄袭，现在可是证据确凿，连叶谨言的妈妈叶总都亲口承认了，轮得上你在这多费口舌？是啊，周教授，你要是想说姐姐没有抄袭的话，也得拿出证据来。叶总，叶谨言也是你的女儿，为什么你就不信任她呢？不是我不信任她，而是她的的确确做错了事情。既然做错了事情，就得付出代价的吧？说的冠冕堂皇啊！叶总，我要是没记错的话，您年轻时候是不是也抄袭过你姐姐叶美欣的文章啊？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我真怀疑叶简到底是不是你的亲生女儿。叶美欣这个名字怎么这么熟悉啊？叶美欣呢？叶总的姐姐，美心医疗的创始人。我记得10几年前好像出车祸了。叶谨言当然是我的亲生女儿了。哼，我就随口一说，你那么激动干什么？难不成？几位都在聊什么呢？这么热闹。老公，万总，你终于来了。万总，几位都是医学界举足轻重的大人物，今天是我万某牵头的行业交流会，诸位给个面子。万总言重了，我刚刚只是在跟周教授讨论问题呢。是，周教授就是个老学究，只会认死理，还请叶总多多担待啊。这位就是刚刚入围世界医学大赛的叶安瑶叶小姐。万总好。叶总真是生了个好女儿啊！我还有3个不争气的儿子，叶总要是不嫌弃的话，改天我叫他们带着叶小姐出去散散心。万总，您这脑袋瓜子鬼精啊，这就瞄上叶小姐了。叶总，你可千万别上当啊！谁都知道他万总3个儿子啊是出了名的花心，我的儿子就不一样，一心扑在学术研究上，这不刚考上了麻省理工的研究生，和叶小姐啊刚好相配。我现在的小目标呢是拿下世界医学大赛的金奖，至于感情什么的就暂时先不考虑了。不愧是准世界医学大赛金奖获得者，这专业精神，万某
自愧不如啊！是啊，我们几个老家伙举起酒杯，敬未来的金奖获得者一杯。诸位，借着今天行业交流会的机会，我万某人有一件事要向大家宣布：万氏集团已经斥资1000亿入股美心医疗。来，干杯！1000亿，美心医疗市值也就100亿左右吧，1000亿不买10个美心医疗了。据说是他叶美玲狮子大开口，将股权溢价提高到了10几倍。10几倍？这亏钱的生意，范总竟然同意了。你懂什么？能入围世界医学大赛金奖提名的人少之又少。要是赌对了，他叶安瑶真的拿到了金奖，你别说这10倍的溢价了，就算是100倍的溢价，也有的是机构抢着要他们的股权。可是叶安瑶不是还没获得金奖吗？万一出现了什么差错，那就……万总，万总，这事您得三思啊！哦，周教授对我注资美心医疗有什么看法吗？这事里头肯定有猫腻。叶谨言是我的学生，这些数据都是他一个实验一个实验的做出来的，他不可能抄袭。您不……周教授，看在我们多年交情的份上，我还是要劝劝您，叶谨言抄袭的事情已经是板上钉钉了，您最好尽早和他切割，不然恐怕会影响您多年积累的好名声。万总，周教授。世界医学大赛组委会，天哪，是不是比赛结果提前出来了？叶小姐被内定为冠军了。哎呀，怎么可能？那明明下个月才出金奖名单呢。叶小姐，你快接电话吧，说不定会有好消息。是啊，瑶瑶，快接电话吧。您好，请问是叶安瑶小姐吗？我是世界医学大赛主办方的工作人员。是我是叶安瑶。好的，现在正式通知您，需要您补齐剩下的一半论文，截止日期为下周周。什么剩下一半论文？我不是已经交了全部的论文了吗？是这样的，关于您的这篇论文，组委会核实了好几遍，您的论文看似完整，但实际上只有一半，现在还需要麻烦您尽快补齐。不可能，我明明已经把全部论文都交了，怎么可能只有一半呢？喂，叶小姐怎么这么慌张啊？这论文不是你自己写的吗？你把剩下的一半啊补齐交上去不就完了吗？他写的，这论文明明是叶谨言一个字一个字的打出来的。不过现在也好，剩下那半论文就留给他们母女自己完成吧。我万某这辈子最恨别人骗我。万总，要是被我发现有人敢骗我，这万某别的本事没有，让1、2个人消失还是可以的。哎呀，不就是补交论文吗？您至于这副兴师问罪的模样吗？啊，这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母子俩杀人放火了呢。最好是这样。不就是提交错了论文吗？不瞒各位，全部的内容我早就已经准备好了，而且啊，所述的所有治疗方法已经在国外病人身上实验过了，那成功率可是100%呢。哎呀，要不是闹出了今天这种乌龙，我也不会这么早说，还希望大家能帮我保密啊。好，那就务必请叶小姐一鸣惊人，否则我万某定会为叶小姐鸣不平的。瑶瑶，系统，快点给我读取剩下一半的论文。因为叶谨言已经退出了世界医学大赛，所以系统无法继续读取论文，请宿主知悉。什么？怎么可能读取不了？为什么读取不了？妈，怎么办？我要是交不出论文的话，总不会放过我的。
那个老东西就是个人渣。瑶瑶啊，你看过你的论文吗？你提交上的论文是完整的吗？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大学文凭都是买的，别说的什么中流 S 报，我根本就看不懂。那怎么办？没事儿，放心，一切啊交给妈妈啊。叶谨言这个死丫头，到底在研究什么东西？我怎么一点也看不明白？叶总，产品流程再不走完，我们就不能按时交货了。走个流程而已，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卡在哪一步了？到倒数第2步了，这需要叶总监签字。那你给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吗？算了，还是我来打吧。不是现在的叶总监，是以前那个叶谨言总监，没有他的授权，我们的流程没法继续。什么？你给我说清楚，叶谨言的工作不是都已经交接完了吗？为什么还会影响我们的生产流程？我们的核心技术一直是由叶谨言总监研发，几个月前他突然更新迭代了产品技术，并改了授权机制。要是没有他亲自下场完成核心技术的实施，我们就没办法继续生产产品了。那就用更新之前的产品嘛。但是客户们盯的都是最新的产品，换不了。再拖下去，咱们就要开天窗了。叶谨言，叶谨言，又是叶谨言。我也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医学博士，我手底下有那么多的高材生，难道没有他，我这公司就开不下去了吗？叶总，叶谨言跟我们不一样，他是真正的医学天才。当初要是没有他，咱们的美心医疗还只是一个小公司，哪有现在的规模呀？叶总，要不叶总监请回来吧，您是他的妈妈，您跟他好好的说一说，这事儿也就算了了。公司等不了了。行，我知道了。叶学姐，怎么了？你妈妈来找你了，就在楼下。叶美玲，她终于来了。为什么要追赛？妈妈的意思是，你努力了那么多年了，为什么临门一脚了，反而要放弃？你不是说我抄袭吗？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妍妍，你还年轻，妈妈不希望因为这件事情就毁了。毁了就毁了呗，反正你不是还有叶安瑶这个女儿。妍妍，瑶瑶是我的女儿，可你也一样，也是我的女儿呀。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瑶瑶是你的妹妹，又从小在我的身边长大，我难免会有点偏心。可是我怎么能不疼爱你呢？我叶美玲素来光明磊落，不会有你这个不择手段、弄虚作假的女儿。生下你是我这生最大的污点。妈，我没有。妈，姐姐从小抄袭成性，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也不奇怪。瑶瑶，幸好妈妈还有你这么一个女儿。妍妍，别和妈妈赌气了，回家吧。叶家需要你，美心医疗也需要你。我还是得考虑考虑。好好好，你知道的，这次世界医学大赛的评选啊极其重要，你如果能一举拿奖，就能扭转名声。你是个聪明的孩子，妈妈相信你一定能做出正确的选择的。怎么样？叶美玲找你都说什么了？他说他误会我了，想让我回到美心医疗。你不会答应他了吧？这怎么可能呢？老师，你别误会，我就是想看看他能为了叶安瑶能做到哪一步。我小时候走失，10岁之后才回到叶家。我回到叶家的第一句话就是叶美玲跟我说叶家不养废人，因为他这一句叶家不养废人，
我从小拼命努力学习，竭尽全力的去完成他给我安排的每一件事情。我以为只要这样，我就能得到我从来都没有得到过的母爱。可惜我想错。姐，别想这些了。从小到大，他都更爱叶安瑶一点。无论我做什么事儿，只要叶安瑶跟他一撒娇，他的母爱都是他。孩子，其实你想过没有，叶美玲她可能不是你的亲生母亲。你说什么？美心啊，我带金妍来看你了，她很优秀，跟你当年一样的优秀。老师，他是……对不起，金妍，原谅我私自拿了你的生物样本，做了 DNA 比对。不过事实证明我没猜错，她才是你的亲生母亲。我的亲生母亲？她叫叶美心，30年前，她一手创立了美心制药。是的，她就是叶美玲的姐姐，你名义上的大姨，也是我第一个学生。不可能！叶美心20年前就车祸死了，正是因为她死了，美心医疗才正式被叶美玲接管。当时车祸以后，美心就陷入了昏迷，而叶美玲作为她唯一的妹妹，却坚持放弃治疗，要把她直接火化。我知道她肯定还活着，所以我偷偷把她调了包，转到这里。这一晃20几年过去了。病人家属，我是患者情况很危急，必须立刻进行抢救。您是患者的妹妹吧？现在这份知情同意书上签字，我们好立刻进行救援。病人家属，快点吧，就要来不及了。我决定放弃抢救。放弃抢救？可是病人明明还有呼吸。我姐姐已经在车祸中死了，我是她亲妹妹，我会害我吗？你吵什么？这里是医院，安静一点。病人家属签字好了吗？夏医生，家属说要放弃治疗。虽然现在患者的情况很不好，但是我敢保证，抢救的成功率在50%以上。虽然也有可能成为植物人，这种危急的时候，你们作为家属更需要保持冷静。病人的生命掌握在你们的手里。我确定放弃抢救。我姐姐骄傲了一辈子，你现在告诉我她要成为植物人，她要是知道了，都巴不得抓紧去死。里面那个是你的亲姐姐吗？我当然知道她是我的亲姐姐，我现在心情也很难受。简直不可理喻！我不可理喻，还是你不可理喻？那是我的亲姐姐，我现在的心情，你们还来这指责我？我说了，放弃治疗。事发当时，我并不在现场，我没有办法救美心。所幸他的主治医师是我的一个师兄，是他认出了美心，偷偷的给我打了电话，并且把美心救了出来。只可惜，美心最终还是成了植物人。20多年了，我几乎没有一天不再自责，是我没有保护好美心，也没有保护好你孩子。叶美心是我的亲生母亲。妈，这是你母亲留给你的。亲
亲爱的女儿，见字如面，虽时空相隔，思念却从未有一刻止息。你降生于世的那刻，我的世界满是希望与光。你的第一声啼哭，宛如天籁，开启我满心欢喜的母亲之旅。当年你的妈妈生下你以后，你就被抱走了。他们欺骗你的亲生母亲，说她生的是一个死婴，但你妈妈感觉到这不对劲，她一直在找你。但很可惜，那个时候你已经被叶美玲藏起来了。美心她怕打草惊蛇，怕他们把你灭口，于是她私底下偷偷的找你。那时候她整夜的睡不着，后来她找了律师，签署这份股权转让协议，他给你留了很多钱。就在车祸发生之前，他几乎就要找到你。此后岁月，思念似风长藤蔓，日日夜夜将我缠绕，于无人角落，泪长时尽，心总泣血。我无数次幻想你成长模样，从软糯学步，牙牙学语，至青春飞扬，笑靥如花。每念及此，甜蜜与苦找共涌，悔恨没能护你周全。如今妈妈仍在漫漫寻你之路执着前行，哪怕岁月染白青丝，压弯脊梁，此志不渝。妈妈坚信，血缘与爱的引力定会引我们重建。望你所在之处皆有暖阳，所遇之人皆怀善意。若你能感知这跨越时空的思念，我怕妈妈定披荆斩棘，跨越山海，奔赴你。待重逢时，我将以无尽温柔与挚爱弥补所有缺失时光，与你最暖的家，最坚的守护。爱你的妈妈，静候归期。所以我的母亲是很爱我的。是的，你的妈妈她很爱你，所以别怪她。妈，你能听到我说话吗？妈妈，我在你旁边呢，妈。孩子，别哭了。我相信美心要是有意识的话，也不想看到你这么难过，对不对？另外，我这里还有一份文件，是我这些年来搜集到的叶美玲犯罪证据。美心之所以会出车祸，也是她在当中做了手脚。之前顾念在她是你的母亲，所以我一直没拿出来。但是现在，该让你知道真相了。后面该怎么做，交给你来决定。无情！你怎么会有这么不要脸的女儿？我说过了，要把精力放在医学研究上，不要和瑶瑶争宠。一个满心只想要偏爱的人，怎么能获得世界医学大赛的金奖？现在立刻公开的给瑶瑶道歉，承认你之前所有的研究成果都是来自于瑶瑶。我就再给你一次改过的机会。妍妍，别和妈妈赌气了，回家吧。叶家需要你，美心医疗也需要你。叶美玲、叶安瑶，我一定要让谢晨写成。放开我女儿！瑶瑶，瑶瑶，曼总，您放过我女儿吧！瑶瑶，瑶瑶，瑶瑶，别怕啊，别怕，妈妈在啊。不错了，对不起，不错了。
叶总，今天只是个警告，如果你的漂亮女儿不能在规定时间内交出剩下的一版论文，那我万某人，还会再到府上讨扰的。走。瑶瑶，走，来，过来坐下。哎，慢点。怎么办？我要是交不出论文的话，妈总会杀了我的。瑶瑶，别怕啊，妈妈在。我现在就给妍妍打电话，让她把剩下的论文交给你。一切都没事的啊，相信妈妈，好吧？喂，妍妍啊，妈妈上次跟你说的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了？你笑什么呀？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做什么，小姨。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是不是魔怔了？不知悔改！我看你神神叨叨的。妈。妍妍啊，你是不是听别人说什么了？哎呀，他们那都是胡说的。你要相信妈妈，妈妈才是你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的。亲人？你算什么亲人？真正的亲人是依靠，是后盾，而你对于我来说，就是一把随时都会刺向我的利刃。妍妍，你听妈妈解释。有什么好解释的？从上辈子到这辈子，我早就把你看穿了。上辈子？你在说什么？都是过去的事。与其说这些，你不如猜猜看，我现在在哪？妍妍，你在哪儿呢？我刚从警察局出来，就在刚刚，我举报了一场20年前的谋杀案。什么？没有什么事情的话，我就挂了。你等等，你听妈妈说。哎，喂。妈，叶景言是不是还不肯救我们？妈，你说话呀！事到如今，我们只有一个办法了。什么办法？我们一起去找他，求他让他救我们。如果他不同意，就别怪我这个妈无情了。不行，你们不能进去。让开。学姐，没事，你先出去。妍妍，你就救救妹妹吧。那些人可都是黑白通吃的呀。要是瑶瑶没得上世界医学大赛的金奖，他们真会杀了她的。所以跟我有关系吗？叶谨言，是我对不起你，之前是我不对，我不应该污蔑你剽窃了我的医学成果，真正的小偷是我。妍妍，我就是看你太优秀了，我一直嫉妒你，我只不过是想比你优秀一次，我没有想害你啊，妍妍，你就帮我这一次吧，把剩下的一篇论文给我，等我拿了诺贝尔奖以后，我就把荣誉给你，我会公开道歉的，我保证。妍妍，妈妈从来都没求过你，这次就当妈妈求你了，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就原谅瑶瑶这一次，好吗？多么可笑的母女！竟然短短2句话就要把故意抹杀变成了因为嫉妒
而犯了错。妍妍，叶文良，你这一辈子作恶多端，可唯独这个女儿，你是真在。不过可惜了，你这唯一的女儿马上也要完蛋了。什么？我就用这台手机，把这一切都直播出去。叶谨言，你到底想干什么？我到底想干什么？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属于你的一切？荒谬！这么多年了，我为了美心一直勤勤恳恳的。错，当年你接手美心之后，你才终于发现你和叶美心之间的天赋差距。你把我接回家，并不是因为你良心发现，而是你想把我培养成第二个叶美心。你想利用我的医学天赋，让我成为你成功路上的傀儡。叶美玲，20年前你就嫉妒我妈妈叶美心，你设计车祸想要害死她；20年后你又嫉妒我的医学天赋，设计让你的女儿来取代我，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卑鄙小人。你嫉妒成性，平庸无能，你这辈子都比不上我妈妈叶美心。我杀了你！杀死你！我掐死你！住手！住手！叶美玲是吧？有人举报你故意杀人，证据确凿，请跟我们走一趟。我没有，放开我！放开我！我是美心医疗的总裁，你们没有资格找我！放开我！放开我！瑶瑶，放开我！放开我们！姐姐，求求你，救救我妈妈！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了！你妈妈触碰了法律，罪无可恕，我没有办法救她。不过，说不定你认识的人当中有办法能救她。谁？你动动你的脑子，好好想想。慢走。叶小姐呀，刚刚发生的事情我都已经知道了，我给你一个地址，一会儿我们见面详谈吧。不，慢走！你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可以的，慢走，求求你了。叶小姐呀，你总不能一直把人往坏处想吧？现在这个时候，也只有我还有可能救你妈妈了。好。我没有杀叶美心，你们抓错人了，赶快把我放了！我警告你们，我是美心医疗的总裁，没有资格抓我。等我被放出去了，有你们的好果子吃！快把我放了！我没有，不是我，不是你们那些证据，它都是假的，不可能的。我承认，我在叶美心的车子里动的手脚，也是我。明知道她还没有死，就放弃了治疗，都是她叶美心的错。凭什么？凭什么小的时候，我的爸爸妈妈这眼里只有她？凭什么她是医学才子，我儿只是个普通人？凭什么啊？我努力了这么多的年，我还是比不上他。他叶美心就该死，他还有他那个贱种的女儿都该死，都该死！该死！都该死！老师，回来了，审讯结果怎么样？叶美玲已经认罪了，不过妈妈还活着，恐怕她不会被判处死刑。唉，算是便宜她了。喂，叶谨言小姐您好，我是京郊分局的警察。今天早上
我们在近郊发现了一具尸体，经过 DNA 比对，我们发现她是您的妹妹叶安瑶。什么？叶安瑶死了？叶美玲，有人要见你。你来干什么？叶谨言，你是来看我笑话吧？你什么意思啊？你给我看这个干什么？今天早上我接到了警察局的电话，根据 DNA 检测，死者正是叶安瑶。不可能，你是在骗我的！你这个贱人是在骗我的！现在骗他，对我来说有任何好处吗？瑶瑶，我的瑶瑶，她是被谁杀死的？警方没有找到证据。根据监控显示，叶安瑶独自驾车进入了无监故区，之后就消失了。可盛景说了，当时他到处找人救他，没有人想帮他，直到最后，是万总向他抛出了橄榄枝。我的瑶瑶，瑶瑶，瑶瑶，瑶瑶！瑶瑶，瑶瑶！您好，叶谨言小姐，我是世界医学大赛的主办方。我们听说了您的遭遇，对此表示十分惋惜。请问您是否愿意带着您的论文《白血病的研究与治疗》重新参加本届世界医学大赛？我愿意。接下来我们将公布本届世界医学大赛金奖的获得者，她是本次大赛入围研究者中唯一的女性，年纪轻轻就写下了白血病的研究与治疗，这样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学术论文，让无数患者重获新生。她又是来自美心医疗的叶谨言，叶小姐。这是一个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奖项。25年前，我的母亲也站在这个领奖台上，获得了世界医学大赛的金奖。25年后，我也同样站在了这里。感谢我的导师周辉瑞导师，感谢所有跟我一样身处医疗界、默默付出的所有同行，感谢每一个支持着我、陪伴着我。我会将白血病的研究与治疗这篇论文及其所有的研究成果全部无偿公开。这项研究不属于我个人，它属于全世界。这么大的利润就拱手让人了，真他妈是个败家娘！代表采访了，叶小姐，你发生什么计划吗？叶小姐，您看我们和美心医疗的合作。万总，如果让我接手了美心医疗，那它就会彻底变成一个福利企业。我会把所有有关于癌症的产品单列出来，交给公益事业部。这个事业部只谈公益，不计利润，这样你也能接受吗？这。对，叶小姐，叶小姐，代表金华财经医院。就是个黄毛丫头。和我这儿摆什么大佬架子？等老子缓过来，看我怎么收拾你！万华坊，
给我的瑶瑶偿命！叶美玲，我杀你！我杀你！报警啊！杀人了！瑶瑶，妈妈终于替你报仇了！姐姐，姐姐，为什么我一直努力都比不上你？明明我一直在努力。哎呀，姐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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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叶美玲疯了。疯了，疯了。想想叶美玲以前不过是美心身边那个小丫头，也不知道为什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对了，姐姐，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你说叶安瑶是怎么拿到你的论文，甚至还能精确到每一次的论文数据？这个问题我一直想不通。老师，你有没有听说过学术抄袭系统？什么系统？没什么。既然我能重生，那叶安瑶身上有些光怪陆离的事也不奇怪。哎，算了，都过去了。姐，你现在接手了美心医疗，成为美心医疗的新总裁。想来这一切要是美心知道的话，也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老师您放心，我一定会成为我妈妈的骄傲。